蔡康永是不能再说话了，对吧？你如果问我问题，我就得说话。你如果问我问题不准我说话，你是骂我。因为蔡康永老师刚才是从辩论技巧出发，但是恕我直言，我冷眼旁观，在辩论技巧上，恰恰是蔡老师这一队输了一筹，因为他们不断在调动一个东西，叫情感。世界上最没用的母婴产品是什么？爸爸。对，我去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罗思思、罗维维。这段时间我请了假，专门在家专心的刷奶瓶。但说实话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假。我每天早上6点半发一段60秒的语音，我要读1个小时书，我就上班，每天晚上12点左右回家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孩子8个多月，我这个父亲基本也就不存在。我的夫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她就是一个人在撑。所以我说，刚才你们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在高估男性，而且你们犯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，叫你们在低估女性。女性是一个比男性高一个维度的生命，尤其是在生完孩子之后，女性的那个成长的速度是男性拍马都追不上的。我夫人，我亲眼见到她将近1年来她的成长，她安排事情的缜密度，她思维的升级。有一次我跟她有一件什么事儿就是吵起来了，我在那吧嗒吧嗒吧嗒吧，就比今天状态差不多吧，就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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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然后我老婆看着我说幼稚。女性承担社会压力，承担你们刚才所讲的一切的能力远超你们想象，所以歌德才有那一句著名的话，叫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前进。我们这个贤者 club 酷不酷？够闲的。我听说徐导在工作的时候有喝一口的习惯。导演组想的还是比较周到。如果有人喝，我就肯定喝。来，我来要不要一口一起？来一个。你来一口。真的是二锅头有吗，真的是二锅头。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哦，哇哦，全是这样。那呢，其实我们有一些问题呢，想要问静蕾，但是呢，他的团队对他非常的保护，所以有些问题呢，我就决定不问他了，我就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导师，好不好？好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全玲。哦，我听说你和奇葩说的高晓松传过绯闻。他还给你写过一首歌呢，真的。我怎么不知道啊他？写过一首歌叫《磊》，归亚蕾、林熙蕾、阿拉蕾。就我那个雷。看来必须得多喝点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这什么节目？本节目是由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独家冠名播出，谢谢。我们的节目由奶后吐真言，我们的节目由奶后吐真言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，谢谢纯真。好，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辩题。单身妈妈通常情况下定义为有孩子但没有法定配偶的女性，包括未婚妈妈、离异妈妈、丧偶妈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不太通常的情况，我就不想结婚，但就要自己的孩子，不服你咬我呀。通常情况下，面对逝去或行将逝去的爱人，妈妈们选择不将就，本来就需要勇气跨出单身这一步。那不太通常情况下，那些单身妈妈们就更需要勇气了。这些作女们啊，不是新兴女性们，生小孩必须要结婚，谁说的？降低本姑娘生活质量不说，无形中还增加赡养老人的负担，还不如大大方方就做一个单身妈妈，自己也能给孩子满满的爱，还能和男朋友一起来呀，快活呀！但对应的，别人家2个大人加4个老人的配备才能顾全1个小不点，而单身妈妈却只能靠自己，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哪一把不是杀猪刀？刀刀追着单身妈妈跑，上班担心孩子没人照顾会不会掉入马桶，下班我要全身心照顾孩子，不让他冲向油锅，没2下就快被榨干了。单身妈妈撑起的世界不过是泡沫撑起来的虚假世界，一戳就会破。是你会不会做单身妈妈？啊，吴迪是个直男，然后他要讲他要当单身妈妈。我当时拿到这个题的时候，哇，是不是走错摄影棚了？我心想，这是
那对刘楠你有信心吗？人家是正经的妈妈。不是妈妈，她还没有当单身妈妈的经验呀。那你擅长砸钱啊？拿钱砸死我吧，没事儿。我注意到他反正挂了个小哨，据说是但凡说不过就吹哨。新趴资格战，本赛段每场比赛2位老奇葩陪1位新奇葩进行对战，获胜队得奖金，2位新趴中表现更优异者晋级，另一人待定。6场比赛后，导师从待定池中复活剩余人选，最终8位新奇葩进入下一赛段。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，以及奶后吐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。我们现在呢，请现场的100位观众来做出你们的选择，你们到底会不会做单身妈妈？来，请选择。0，好，哇，有62位观众选择了反方，会做。我们的辩论呢是由4位导师，其中呢有2位将会要下凡参与辩论。到底今天有哪2位下凡来参与辩论？好，全力是正方，就是会做单身妈妈。康永哥是反方，不会做。我们也听听看另外2位导师。罗老师，你的态度是？我才不跟你在一起。我挺张泉灵。好，你也是正方。那我就不会。我跟康永哥一起不会。哎，怎么没有人问我呀？哎，真的啊？那何老师呢？我的回答非常的恶心。各位请准备好纸巾。我是反方，我不会做单身妈妈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。何老师观点就属于掏出来搞事情。真的有很多人会是这样的观点，就是为什么我不做单身妈妈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都照顾不好，我怎么去当一个妈妈呀？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徐导演好了。我其实同意你说的，我就觉得我是小孩儿，还不能承担当妈妈的责任。但是如果说选择一个话，我觉得我会。如果说你现在脑海里面想到单身妈妈，第一个困难会是什么？怎么把小孩教育好啊？因为他可能缺失爸爸那一块的教育嘛。一个小孩成长里需要有男性的教育，需要刚性的那些东西。对对对，但我觉得可以解决啊。对。下面呢，有请我们今天辩论的2位导师下凡参与辩论，来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反方第一个要来发表自己观点的是谁？大王来。是我会不会做单身妈妈？这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真实反应。我连单身我都不愿意做，我怎么可能做单身妈妈？真的。所以一直以来呢，我都是就是马不停蹄、不留缝隙的在找男人谈恋爱，谈恋爱找男人，找，谈。这个天有不测风云，人生难料，就是有可能啊，何炅老师正在说悄悄话的您，如果有一天您跟我强行的发生了，我们很怀疑是谁强行的。反正就是一不小心嘛，得多不小心啊！一不小心发生了。我们有了爱的结晶，但是呢又很不幸，何老师，你被外星人抓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大王，我突然想问一下，如果放在前几集我没来的时候，像这种时候，你通常会拿谁做例子？高晓松。马老师怕了，马老师你也不用这么快把我推出去吧。没问题，这次是我不小心。没想到你会承认。然后我们还有爱的结晶，然后我们有了爱的结晶。我发生了什么事？然后我走了。你被外星人抓走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哎，真的，眼看我就要成为单身妈妈了，怎么办？我都想好了，我一定会把孩子送给潇潇，让潇潇做个坚强的单身妈妈。哎，大王，我也不想单身。不是，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不行呢？是因为我太清楚，像我这样一个
不在乎传宗接代，只想找男人恋爱的女人。我真的如果生个孩子，我就是自己来带的话，不仅是给我添麻烦，我觉得更是给孩子添麻烦。我有一些设想啊，就比如说，在我作为单身妈妈那个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一定会耐不住寂寞，一个接一个的谈恋爱。再想一想，等我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，就是情窦初开，有的妈妈啊就会担心孩子，去偷看孩子的日记，然后呢就可能会看见孩子，哎呀，又暗恋了隔壁班的谁谁谁，我也去偷看我孩子日记，我的孩子写的是，我的妈妈又失恋了，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然后呢，到了一些什么春节、中秋节、元宵节这种需要全家聚在一起、其乐融融的日子，可能我又陷在了爱里面，没有时间陪他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孩子他会不会觉得很孤单？他会不会把自己反锁到家里面，默默的抽泣？因为这是我真实的，在我老家一个哥们儿跟我讲的。他小的时候就是跟着妈妈过嘛，然后呢，有一年大年30的时候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，他就趴在那个窗台上，看着外面万家灯火，心里觉得特别的落寞。突然，他还听到了电视机里面传来了一阵歌声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然后从那天起，每年大年30的时候，他都要做一件很矫情的事情，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，单曲循环《我想有个家》。然后与此同时呢，我就会收到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：今年过年我又去哪儿过嘛？所以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，我很心疼他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他这个短信。我知道，其实现在啊，单身妈妈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，想象中都是很酷、很时髦的。但我为什么这么抗拒这件事儿呢？我说实话，我害怕。我害怕的不是说要我一个人去承担起所有的经济压力，不是说有多苦有多累，不是我一人饮酒醉，不是我整夜都无法睡。真的，我可能也怕，但是我更怕的不是这些。因为我觉得嘛，为了孩子这些苦，其实我能吃，我可以吃。但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？我真正害怕的是，在我作为单身妈妈，我独自把孩子带大的那样一段那么长的岁月里，我不懂得怎么去掩饰我的脆弱。我可能一不小心让我的孩子看到了我的苦，看到了我的累，他会不会很心疼我？他会不会他觉得明白我？想保护我，他不停地逼自己快点长大，快点长大，他要去保护你这个坚强的、独立的单身妈妈。你说这样的孩子优秀吗？优秀，特别优秀。但是，我作为单身妈妈，这样的优秀，我真的愿意看到吗？如果有的选，我一定不会做一个单身妈妈。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。是我怕我的孩子逼自己比我更坚强。每一个像大王这样飞扬跋扈的女孩子，都会有很脆弱的那种不为人道的不坚强的一面。我是很感动，但是我还是很不理解你把咱俩的孩子交给潇潇带这件事。刚刚听大王说他要翻他孩子的日记本。我以为他是要在那里面找对象，连我孩子的都抢出来了。小明，哎，小明不错，小米也不错。看看正方的一辩是谁？好，来甜甜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大王还是在这个年轻啊，就还在不停的寻找男人的阶段。等到了老姐姐这个年龄，等你洗尽铅华之后，你就知道过了这个时代了。我想想我的想法啊，2017年的早春，我范甜甜产生了升职的冲动。第一季的时候，我记得跟薇薇一起，那个时候还变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我也是个坚强的铁钉。那时候啊，不喜欢孩子，特别烦，特别奇怪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想当一个妈妈了，突然。然后呢，我就到处询问别人。可是我很奇怪，就是我遭受到了大量的反驳，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很大的反应。就像我那个30几岁说要重新辞职了以后去做明星，都没有这么多人反对我。
但是我突然觉得说我要当单身妈妈了，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反对我，我很意外。因为很多人给我的第一反应说什么嘛，没有爱人，你没有老公，你一个人生孩子，就是这样吧，一个大问号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作为一个女性带有子宫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爱人，所以我就不能生孩子，你要剥夺我的生育权利，这样对吗？为什么一个女性不可以单独的抚养一个孩子？我这人呢有点倔强啊，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那么想生，大家都说不给我生，我就特别想生。就像静蕾刚刚讲的有一点很重要，大多数人给我的反应就是你没有办法给这个孩子完整的爱，我们叫缺失的爱。我就听了这又非常生气。我们来论证一下什么叫完整的爱，好不好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完整的爱。我们怎么来证明这个世界上爱是完整的？一夫多妻制的时候，我妈妈如果是小老婆的话，哎呀，我大概1-2年才能见到我爸爸一次。那个时候爸爸在哪儿？后来呢，进入我们现代社会之后，我们才被教育成什么有完整的爱，就是父爱加上母爱才等于完整的爱。这是我们近代社会之后才给大家有这样的想法的。哎，可是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了。现在是2017年了，时代变了呀，对不啦？像我们这种多元的、新鲜的女性都已经出现了。前2年美国就有一个什么片子《Modern Family》，你看过没有啦？而里面所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族很多的呀。在这里讲这些东西，其实想要论证的什么东西？就是其实家庭有各种各样的家庭，爱有各种各样的爱。我们不可以说谁的爱是特别的完整，谁的爱就特别的缺失。就像我觉得爱是不可以叠加的。比如说你有100个朋友，我只有1个朋友，不代表你就多我99分的爱和多99分的友情。而且我觉得只要这个孩子他所有的情感需求我能够满足他的话，我觉得他就得到了我全部的爱，甚至于完整的爱。现在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一定很想当一个单身的妈妈。奇葩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录了，这1年发生了很多事情。2016年，我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，在同1年的时候，家里的小猫小狗也走了。对我爸爸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，因为他这1年的话，等于他的父母双亡，然后他养了10几年的等于像孩子一样的小动物也全都走了。我看他憔悴的样子，我很难过，心里面大家都知道我多爱我爸爸。我发现我爱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很感谢有这么多的人爱我，可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再去爱一个人。可是如果追逐爱情这样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爱情什么时候可以从天而降。尤其是追逐这样一个非常缥缈的东西的话，我突然很想抓住一种东西叫亲情。好。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活下去需要一点理由。如果为自己的话，这个理由有的时候不是很存在。可是如果为你爱的人的话，这份理由非常的充分。我想接下来我还有很多年可以活。我希望你们大家给我一次机会，对我们不要太苛责，让我生一个孩子，让我全身心的去爱他，让我把我一生的故事告诉他，让我把我所有的武功传给他。我在30岁之前，我过了一种样的人生，自由自在、潇洒、任性、脾气差各种。可是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从这里做一个时间阶段，我想开始另外一段人生，我想尝试一下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我想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在我面前。Sorry， 我的小生命，我希望能够让我全心全意的去爱他一次，直到我生命的消失。所以如果是我愿意当单身妈妈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刘楠上了。刘楠，温柔霸道女总裁，必杀技情意绵绵针。真正的奇葩，大隐隐于市，能下得了海，能赚得了钱。刚才甜甜讲了这么多，非常的煽情，让我们重回理性。甜甜论述的是她想当一个妈妈，但她说的不一定是单身妈妈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比较幼稚，我暗恋一个男神，然后我就想，如果男神这辈子没机会跟我在一起，那我就给他生个孩子，一个人把孩子养大，这事儿多酷，对吧？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结了婚，我也生了孩子，我再回想当时，真是庆幸男神没给我那个机会。男神也很庆幸。队友好吧？歧视这边的，歧视这边的。我们回到辩题啊，今天如果我们说，大家有没有权利做一个单身妈妈？当然你有。你能不能做一个单身妈妈？你可以，但是如果让我选，我会不会选择当一个单身妈妈？
或者换句话说，如果我想当一个妈妈，单身是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？那么答案一定不是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社会现在最基本的配套还没有完善，还没有 ready。你生一个孩子，养一个孩子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，这需要那么多的社会配套。首先，从政策和规则上，它就还没有准备好。大家可能还都没有当过妈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怀了孕到医院去建立档案的时候，是需要准生证的，而你需要办准生证的时候，是需要结婚证的。我在百度上搜索单身妈妈，出现的默认关联搜索是什么？单身妈妈怎么给孩子上户口？户口大家都知道，跟孩子的学籍、跟孩子的教育相关，跟孩子的疫苗计划相关。这些现实的问题都躺在我们面前。好，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精英女性振臂高呼，说什么？这些都不是问题，我可以不要户口，我孩子上国际学校，我疫苗打自费的。但是毒鸡汤之所以是毒鸡汤，因为它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告诉你，经济基础。大家知道，生完一个孩子，就在养孩子的第1年，平均买这些孩子的东西就要花大概3万块钱，这是我们做过调查的真实的数据。这真的是不小的一笔花费。孩子是什么？超音速钞票粉碎机啊！马东老师今天一走进来，他满身的乐高就吸引了我。你们知道吗？那是最贵的一种儿童玩具。卖给你吧。罗老师这么有才华，从来不卖东西。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卖东西的呢？就是他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啊。所以，当你选择一条难走的路的时候，记得要给自己多准备一点盘缠。第二，我们讲工作职场上现在的配套也非常不完善。你3个月休完产假要重回职场了，孩子怎么办？谁给你看孩子？再说的可怕一点，在单身妈妈找工作的时候，那个用人单位招聘官心里难道他不会掂量吗？你是单身妈妈，不可避免的你照顾孩子要多花很多精力，你能不能像别的员工一样加班？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出差？你会不会比别人请更多的假？这些都很现实。当然，我绝对不否认有很多单身妈妈成功的案例，什么孟母3000其实就是个单身妈妈的故事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些故事之所以被写在历史典故里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它本身就很难，所以它才很牛，它值得被纪念，值得被赞扬，对吗？如果有一条简单的路要走，能走，为什么我们要去选那条难的路？好，你也可以说，我就是要选难的路走，怎么地了？我就是爱孩子，以爱为马，我走我的难路，行不行？可以，没问题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？当你走一条很难的路的时候，你必须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承受这个难，是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在承受这个难。好，找一个不凑合的、可以结婚的，并且可以生孩子的男人，难吗？难，有压力。但是我宁愿把这个压力扛在自己肩上，我不想让孩子承担任何的压力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没有任何负担，宛如羽毛。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到我们正方了，正方，哎，董静来。哇哦！好，刘总这一番发言听起来非常理性，大家总觉得感性才会蒙蔽大家，其实理性更容易蒙蔽大家。刘总刚刚认真跟我们分析了一个妈妈带孩子有多难，但他偷偷的把妈妈带孩子的难替换成了单身妈妈带孩子的难。我们带孩子的时候，因为孩子费钱，所以我们要多挣；因为孩子很脆弱、很敏感，要轻如羽毛，所以我要为他承担生活的重任。这是每一个爸爸和妈妈都要承担的，无论你单身还是不单身。好，在1994年的时候，对1994年我才3岁。中国马建岳还是个卵，马建岳还是个卵。
不能是个卵吗？早在马建岳还是个卵的时候，中国某省就收到了大量女性的电话，她们声称自己还没有结婚，但是不想孤独终老，所以想要一个试管婴儿。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，一直到2002年，这个省在自己的人口计生条例上增加了一项规定，就是已经到达婚龄但没有结婚，并且决定终身不婚的女生，可以通过医学手段获得一个孩子。这个数据代表了一个什么事儿呢？说明女生想当单身妈妈这件事儿，并不是我们今天捏造出来的，而是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需求。但这个事儿为什么今天还要被我们拿来争论？是因为很多人在决定做单身妈妈之前会有很多顾虑，这些顾虑刚刚对方已经分条逐列的给我们陈述过了。但大家发现没有，我们在讨论这些顾虑的时候，都站在妈妈的角度去思考，可是孩子是怎么想的？今天我就想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跟大家聊一聊，被单身妈妈抚养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但这个孩子不是市民王先生，是我本人。我就是一个被单身妈妈养大的孩子。从小到大，我受到的最大的一个质问，就是如刚才女神所说，我单身家庭长大的孩子会不会性格上有缺陷？讲这道题之前，我问自己，我性格上有缺陷吗？我有。但是呢，我的这个缺陷并不是我妈妈独自把我养大这件事儿带给我的，而是我妈妈当时害怕要独自抚养我，而不得不和我爸硬凑在一起过日子的那几年带给我的。那时候我们家刚从敦煌搬到天水，然后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我适应的不是很好，我在新学校就被同学们欺负。有一天我浑身都是泥点子回到家，分别见到了我的亲爹和亲妈，他们根本看不见。没有人意识到我衣服上是泥点子，没有人意识到这孩子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当时我爸我妈心里在想什么？他们每天都在想着我怎么能跟他吵这一架，我这一架怎么吵我才能吵赢他。你们知道吗？刚刚刘总把幸福的家庭和单身妈妈去做类比，说幸福的家庭能带给孩子那么多东西，而单身妈妈不行。但是如果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我们讨论今天这件事吗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，当一对夫妻剑拔弩张、两军对垒的时候，孩子夹在中间，只能当炮灰，我就当了很多年的炮灰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妈终于想通了，她觉得这个婚姻真的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了，她决定跟我爸离婚。父母离异不是一个好事儿，但我就觉得，就在他们离异的那一刻，我的生活才走上了正轨。我终于迎来了正常的家庭生活。所以大家看，一个不幸福的家庭对孩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当单身妈妈一定是一个比较差的选项，比较难的选项，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。那么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顾虑，就是经济基础。很多人在做单身妈妈之前会犹豫，我养不养得起这个孩子。我妈妈也有这样的犹豫。她在离婚之前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儿，她是他们家最小的女儿。她在家靠父母，进入社会就遇到了我爸。她很少独自去承担生活的重担。我妈是一名戏曲演员，之前她只在剧院演出。后来离婚之后，她为了能有更多的钱，她什么山区的演出她都接。有一次她演出回来，连嘎吱窝里都被那个跳蚤咬了很多的红点儿。这个事儿让我看到了一个女性，即使是一个柔弱的娇滴滴的女性，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可以被激发出巨大的能量。但这个故事最棒的地方还不在于她含辛茹苦养了我，而在于她在含辛茹苦养我的过程中，因为工作机会越来越多，她完成了自己的事业积累。我妈现在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戏曲演员，也算是个角儿。他有一些自己的戏迷，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送土特产。你们知道吗？老乡用粮食喂了1年养成的猪割下来的猪肉，真的非常好吃。这件事儿让我看到了，一个人如果拥有了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事业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所以它也影响了我。我长大之后，我也要找到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而且我很幸运，我找到了，我还在努力去做。我妈当初硬着头皮离婚做单身妈妈这个决定，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妥协和不将就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诱惑，正是这种不妥协和不将就的品质，才让我一直走在自己想要的方向上。最近有很多相亲节目，他们把爸妈都带到现场去相亲。一旦有单亲家庭的小孩出来，这些爸妈就会对这个孩子指指点点。如果是单亲家庭的男孩，爸妈就会说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性格肯定有问题，他不会带给你幸福的。如果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，爸妈就会摆出一副慈母般的微笑，说这个孩子在这种惨的家庭长大真是太可怜了，我要给你更多的爱。这两种态度都让我非常不舒服。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态度成为了我妈妈当初犹犹豫豫不敢离婚的原因。其实我做过情感调解记者，我有太多为了孩子勉强结婚之后过得很惨的案例，我不太想要讲自己的事情。但是我在跟节目组的导演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一句话打动了我，他们说董娟，如果你不讲出来，就说明你跟那些要指点你的人想的是一样的，你觉得你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，不应该讲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要站出来，我要讲这些事儿，我想让大家看看我是单身妈妈养大的，我除了脸有点大，别的是不是都挺好的？所以今天我方说要当单身妈妈，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在座的所有人来，我们去当单身妈妈吧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希望通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，我们去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把结婚和生孩子当成非常重要但完全独立的两件事去做。如果你还没有遇到爱情，但心怀期待，还想继续等待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拥有了生殖冲动，想有一个自己的宝宝，别害怕，生一个。谢谢大家。他这个故事抚慰了很多人，有很多人就是情绪泛滥。我必须提醒大秦，你哭出来不知道是假睫毛还是什么东西。你把假睫毛哭出来了，对啊。好，现在感觉我们这个正方有点压力，所以正方派出我们的如今宝贝。宝贝，刚才董静说，其实他不是在说到底要不要当单身妈妈，他说的比较像是婚姻不幸福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离婚。对，我也是觉得婚姻如果不幸福的时候是可以离婚的，但是今天的题目其实更想知道的是，你为什么要当单身妈妈，跟你会不会当单身妈妈。我最好奇的是一点，你为什么会想单身啊？有时你跟我说你有特别多的母爱，你想当单身妈妈，但是为什么你会单身呢？单身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我主动想单身的。为什么他会主动想单身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相信男人，所以他想单身。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为任何人负责任，所以他想单身。也有可能是他觉得，哎，他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所以他想单身。这都是他想单身的理由。那如果你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想单身的话，你想做单身妈妈，你绝对是为自己挖了一个最大的坑，对吧？养小孩跟想单身是竞品啊，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摆在一起的。哇！所以我们必须想清楚了，这种想单身的人，其实他潜在的性格是不适合养小孩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当单身妈妈。另外一种情况是被动单身的，就是说，其实他想找一个男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找不到。然后他前年姐自己说不容易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找不到。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但是他说他在2017年的早春想生孩子了，这给我听起来的感觉像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冲动购物。
看着看着，我想要，我想要一个孩子。然后这时候还有人说不可以了，不适合了，我不适合，怎么可能？就要做给你看。但是这位女性甜甜姐，生小孩不是赌气，生小孩也不能是冲动购物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小孩是宝宝啊，不是那种卵宝宝啊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有一些父母，他们觉得我的基因优良，我是最好的，我有全身的功夫，我一个人走了，世界上会少了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必须留下我的种，必须延续下去，所以他就生小孩了，不一定是单身，一般的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些梦想跟一些事情，然后他们刚好自己一定没有办法实现，然后他们就想生小孩，然后让小孩实现。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，我的妈妈叫 Niki， Niki， 她的名字 Niki 啊。她从小的梦想是要当一个优雅的舞蹈家，当然她没有成功，但是她希望她的女儿可以做。而且这个舞蹈家他非常具体，他希望是芭蕾，所以从小背负了帮他完成梦想的这个责任，穿起那个这样子的蹦蹦裙，紧身的，我当时的身材跟现在差不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秋太，可爱可爱。我现在记得的就是这个动作了，学的是天鹅舞。我现在除了长得像天鹅之外，我已经忘记了那个舞了。我每一天都要硬生生的去这样一直跳 point point point，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但是我妈说这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音乐，来，我不会，反正直到这个老师很慎重的跟我妈说，他真的不适合你，带他回家吧，他真的不行啊。说了很久，我妈才放弃这个梦想。我现在听到这种音乐，我都还有点阴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喜欢吃这种禽兽类的动物。主动单身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可能性格本身不适合养小孩。当被动单身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你不可以用小孩来证明你自己。所以我问我要不要当单身妈妈，我说我不想当，谢谢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们正方了。奇葩里面唯一是一个我们的男辩手来做这番陈述。里面。无敌国安球迷必杀技，给我一个足球，我能撬动世界。告诉你们，足球在中国就是牛，不服憋着。我是一个重度球迷，足球的球。其实对于其实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啊，越是重度球迷，就越容易成为单身狗。我之前有过可以结婚生子的机会，但是由于世界杯不小心错过了。怪世界杯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每个男人心中都会住着一个小孩。在我的世界里面，没有什么比一个小孩陪我一起看球、一起通宵熬夜刷世界杯更幸福的事儿了。你们知道我在工体看球的时候，除了场上最激烈的比赛之外，什么最吸引我吗？就是那些球迷老爸把自己的孩子扛在肩头并肩战斗的画面。欢呼呐喊的时候，他们一块加油；当全场喊起傻逼的时候，他会下意识地捂住自己孩子的耳朵。但是特别遗憾，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啊，如果你要想获得自己的小孩，你就必须要戒掉抽烟、喝酒、熬夜看球这些陋习，才能够取悦自己的另一半，从而获得自己的小伙伴。所以我有时候特别羡慕女人，你们可以不用迁就自己的另一半，就能够获得专属于自己的小伙伴，陪你哭，陪你闹，陪你聊男人，陪你侃八卦。所以我无敌这辈子，我如果能自己生个孩子，甭管他是有伴的还是没伴的，我爽死了。
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像对方这样的会拒绝单身妈妈？其实刚才已经给了我们答案，单身妈妈带大的孩子，她会不会生活的不幸福？她的童年会不会有阴影？我想告诉大家，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担心。在现代社会，单身妈妈是很有理由也很有能力去照顾好一个孩子的。如果没有单身妈妈，怎么会有成为国民英雄的阿甘？如果没有单身妈妈，怎么会有才华横溢的周杰伦？如果没有单身妈妈，怎么会有康熙来了？康熙怎么来的？孝庄带来的，那是单身妈妈的妈妈，单身妈妈的鼻子。哎呀，把他拖下去斩了。我特别承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单身妈妈很不容易，她们很累，她们甚至累到半死，还要接受这个社会的某些冷言热讽。对方关于单身妈妈所有的不足，在这里边我都承认，但是对方口中的这些所有不足，正是我能够爱上单身妈妈的理由。他们背负了那么大的经济压力，背着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，但是他们还能够坚守在第一线，这是什么精神？他的这种传承、这种责任、这种品质，实话实说，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都做不到，但是单身妈妈可以做到。就像我今天穿这件球衣，马布里，她一个人撑起了一个队，而单身妈妈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。面对着单身妈妈的这种伟大，我们有谁能够拒绝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说的好像今天的题目是你会不会爱上一个人？他说的其实是如何让单身妈妈不再单身。你单身吗？交给我。那个潇潇不服哈，潇潇，我跟你说，吴迪就是个神经病。刚才一直在强调传承2个字，还折腾出他想做单身爸爸了。他要带他的儿子去看球，你万一生出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怎么办？你要带我去看球，我说爸，我就是喜欢踢毽子，啪呀！其实我刚才听董静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跟她的情况是最像的。我觉得我们妈妈在当单身妈妈那段时间的辛苦，她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可以接受一个女人没有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我也可以接受一个孩子没有爸爸也可以健康的长大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，董静在看到她的妈妈，在我了解到我的妈妈做单身妈妈的那段期间那么辛苦，满手已经被钉的是包的情况下，然后告诉你们自信一点，你们可以的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，所以说，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剥夺了你们的权利，只是在我方的观点，我们希望给你们一点点这样的建议，谢谢。因为刚才我们是反方先开辩，所以呢，我们结辩的时候先由正方。按规矩我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？看你对这一场的情势的估计，如果你觉得坐着就能够打败我们的话，你就坐着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提了2个问题，说一旦当了单身妈妈，白天我就要担心我孩子掉马桶里了，晚上回去我就要担心我这孩子就掉油锅里了。请问这2种情况，有爸爸在的时候能帮上忙吗？不能。所以重点是什么呢？你们以为有一个婚姻的时候，你们就不是单身妈妈了吗？不是的，重点是，在中国现实的条件底下，大多数的家庭，即便婚姻结构是完整的，事实上你们都会当单身妈妈的。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会是单身的，很多的父亲是缺位的。第2点，对方一直在说说我们不要当单身妈妈，说你一旦当了单身妈妈，你是痛快了，你是图了你的生命完整，你的孩子呢？你的孩子是不是在一个不完整的环境里长大？他长大了，性格有没有缺陷？我不想用个体来做例子，因为任何的个体你都能找到反向的个体。我们来看看科学研究的结果。就在2016年的时候，剑桥大学发了一份研究报告，这份研究报告拿51个自愿接受人工受精的妈妈
组成的单身家庭和51个完整结构的家庭进行了对比。对比的结果是，当这些孩子长到10几岁的时候，在双盲实验下，其实你区分不了哪一个来自单亲家庭。如果你说样本数量太少，好，在1991年的时候，在美国做了一个完整的原分析，它总结了96篇不同的文献，总共的样本数量达到了13000名。你们知道结果是怎样吗？没区别。最差的，对孩子的自尊心、自信心和他的行为模式造成最严重影响的，其实来自于婚姻结构完整但是充满了矛盾的家庭。对，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查都证明了说，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偏见。我们的偏见说单亲妈妈带出来的孩子，他就有可能受伤害。不是的，你只要对孩子亲，你就是最好的母亲。还有，也许你会说，这个社会没有准备好，有很多现实的困难。在你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，你们必须慎重。我同意要慎重，但是我不同意的是，你一定要等到整个社会所有的资源都 ready 了，我们才可以实行我们的这个权利。我可能比你大一点，在我青春期的时候，社会对很多事情都没有 ready。你需要开一间房的时候，是需要结婚证的，我们遵守了吗？重点是不要等到整个社会 ready 了，我们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 ready， 所以当我们要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默默的行使，而且我们要站出来说，我们有这个希望，我们有这个权利，希望大家都帮我们一起来 ready， 而不是说我认为你有这个权利，但是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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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康永哥，好，我会选择坐着发言，不是因为我有任何认为我们能够足以打败贵队的这个机会，而是因为本季才刚开始。如果我现在就站起来，我后面每一次都得站起来。因为我大招还是留着晚一点上。作为一个辩论队伍，我觉得我们很失职，就是呼喊爱，呼喊爱，呼喊爱，只有全林老师避开这件事哈。所以我们的辩题难道是要不要做一个有爱的妈妈吗？不是吧？我们干嘛聊这件事情？如果没有爱，不用聊啊，谁跟你聊有爱或者没有爱了？你一开始讲了你妈妈对你的照顾，我们没有在聊那件事情。你一开始聊了你有多爱你的孩子，我们没有在聊这件事情。你聊你要娶那些你爱的单身，我们没有在聊这件事情啊。你们一直聊爱干什么？我们在辩论的是把爱这个条件排除在外的时候，单身妈妈与不单身的妈妈这两方做讨论。所以一再诉求爱，在我看起来是你们非常不专业的一个表现啊，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出的。怎么买了开车？这真是连根刨啊！还说不放大招，根儿都刨了啊！我其实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讨论，而不是一个辩论，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剥夺任何人这方面的权利。我们现在跟你们聊要不要做单身妈妈，要不要的意思，我觉得黄执中在你们队伍，他对于逻辑非常的严谨，要不要就是这是人的选择嘛，这不是被动形成的意思啊。你离婚了，你怎么叫做我要做单身妈妈呢？是你不得已成为单身妈妈，不是你要不要当单身妈妈。所以这么简单的题目，这是主动的选择呀。所以我方在讨论的事情就是，当你有选择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做单身妈妈？所以这个定义下的意思就是说，即使我有机会成为不单身的妈妈，我都还是要做单身妈妈，这才叫做要做单身妈妈。就是我选择说老娘要当单身妈妈，就是有100个男人跪在我面前说，求求你嫁给我，让我当孩子的爹吧，我就一脚踹开你说，我就是要当单身妈妈，我不要这孩子有个爹，这才叫做我要当单身妈妈，这样搞清楚了吗？哎呀，我是一支认为家庭应该由各种关系的人所组成，它应该由多元的关系而形成。5个老人家老年了都单身，他们愿意组成一个家庭也很好。你不可以因为我们对于家的标准定义跟传统定义，就跟这些单身的人说，你们并没有资格享受有家的感觉。所以我只能够简单的在最后说明一下，就是
我要做单身妈妈是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来自一个态度。这个态度，我问过我很多的朋友，就是你们为什么不结婚？他们都会轻描淡写的跟我们说，我们两个这么好，我们要那一张纸干什么？我们作为很尊重别人选择的人，我们文明人绝对不会探根究底。我们一听就同意了，就是啊，对，这是你们家的事，我们不用管。可是你如果真的跟这个朋友仔细的探究下去，什么叫做我不要那张纸？其实是我不要这个束缚的合约跟承诺。也就是当你可以不单身的时候，你依然坚持要单身，你就是一个排斥束缚跟承诺的人。而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选择。康熙来了，在小 S 还没有结婚当妈妈之前，有一次我们在聊，然后当时 S 就说，他说我一手踹着个婴儿，打扮得很辣，然后在店里面推着婴儿车逛街的时候多酷啊！我就说，那如果这时候金城武走到旁边来呢，他会看到你有孩子哦，然后 S 就说，我会立刻一脚把我的婴儿车踹开，然后假装我是个单身女郎。这当然是玩笑话，那孩子是踹不开的，那孩子过会儿就默默的就回到你身上，他是会耽误你跟金城武交往的，因为那些男生可能没有要跟你一起迎接这个承诺跟束缚，而你当初选择拒绝了承诺跟束缚，不就是要贪图这点弹性跟自由吗？而孩子是跟这个相抵触的。所以只有这件事情而已。好，所以最后讲回来，就是我方其实觉得家庭的定义需要被拓宽，需要被修改。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事情是，当你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，这个人选择了要单身，而且做妈妈，那么他适不适合承诺以及被这样的东西给束缚住？我方是不放心的，所以我方提出了这些论点，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到。讲完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我们台上的2位导师马东老师和罗老师，谁先来？罗老师先来。蔡康永是不能再说话了，对吧？你如果问我问题，我就得说话。你如果问我问题不准我说话，你是骂我。因为蔡康永老师刚才是从辩论技巧出发，但是恕我直言，我冷眼旁观，在辩论技巧上，恰恰是蔡老师这一队输了一筹，因为他们不断在调动一个东西叫情感。世界上最没用的母婴产品是什么？爸爸。爸爸。对，我去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罗思思、罗维维。这段时间我请了假，专门在家专心的刷奶瓶。但说实话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假。我每天早上6点半发一段60秒的语音，我要读1个小时书，我就上班，每天晚上12点左右回家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孩子8个多月，我这个父亲基本也就不存在。我的夫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她就是一个人在撑。所以我说，刚才你们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在高估男性，而且你们犯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，叫你们在低估女性。女性是一个比男性高一个维度的生命，尤其是在生完孩子之后，女性的那个成长的速度是男性拍马都追不上的。我夫人，我亲眼见到她将近1年来她的成长，她安排事情的缜密度，她思维的升级。有一次我跟她有一件什么事儿就是吵起来了，我在那吧嗒吧嗒吧嗒吧，就比今天状态差不多吧，就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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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然后我老婆看着我说幼稚。女性承担社会压力，承担你们刚才所讲的一切的能力远超你们想象，所以歌德才有那一句著名的话，叫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前进。罗振宇有一个特点，他的话都是句号结尾，着重的一些用叹号。我不敢用叹号和句号去结束我的话，我只敢留一些问号，最多是些省略号。就范甜甜说的那个
2017年早春的生殖冲动，你的生殖冲动有了，你无法克制。你今天的这个决定，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答案呢？大概是10几年之后。10几年之后，就是你的孩子在青春期或者他懂事儿了的时候，他会问你说：“妈妈，你当时选择做一个单亲妈妈生我，是怎么想？”你回答说：“我就是那么想的，所以我选择了自己生你。”如果这样的话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去领养一个孩子呢？你说不，因为我有生殖冲动。他不会说什么，因为他爱你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，当他问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你欠他点儿？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带着这个问题躺在床上，喝一罐纯真酸奶，奶后吐真言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当一个单亲妈妈。我说完了。好。现在我们所有的辩手和导师都已经发言完毕了，现在由现场的100位观众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，请投票。3、2、1，停止。好，宣布结果之前，我先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女神徐静蕾，目前你有改变你的主意吗？我没有改变我的主意，因为我理解这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当单亲妈妈的权利，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的。最后我觉得有2个我想说的，一个就是其实你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我觉得要想好这个选择承担的责任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第2个就是说，我们还是要尊重别人的选择，因为有时候本身当单亲妈妈，如果自己做好了准备，反而是别人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，是吧？好吧，我说完了。好，我觉得徐静蕾真的好冷静。其实，在这个现场当男神女神最考验的就是会不会被双方忽悠。因为你现在把双方的人调一个个，他们会说出完全不一样的话。最后他谁的都不信，我觉得他就赢了。好的，那么我要宣布结果了。宣布结果之前，我还有几位要感谢。首先是本节目由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，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的海飞丝赞助播出。另外 ，what 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， 同时玩的不够大。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赞助播出，谢谢美年达。提醒大家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看我们的视频，谢谢。来看一下到底是正方获胜还是反方获胜，来请看。请让我说。好，祝贺反方，那么反方就获得了由纯真为我们提供的10万元的纯真奖学金，谢谢纯真酸奶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今天我们2位新奇葩啊，一位是刘楠，一位是吴迪。那3位，请在你们的题板上写上你们觉得今天表现更优的新奇葩，他将进入到下一轮。那么得票少一点的那位将会待定。来，请。感谢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的海飞丝，我靠，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， 以及玩的不够大，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。好，导师已经选择完毕了，请亮牌。刘楠3票，祝贺刘楠晋级。同时呢，吴迪没有关系，是暂时待定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是由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冠名播出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见。